小的，却直面风雨，独行使命，留下坚定背影。乘风吧，长夜一线之隔的黎明，前行吧，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去战吧，见证光明暗涌交织波及，守护吧，理想炙热如炬，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不再彷徨，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迷雾消散，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买门票就同城，随订随玩闪入园。同城旅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瞒天过河，过的就是他跳的那条清水河。这小子肯定是做戏的，我就说嘛，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扑通了。进来。郭姐，人找我。好，坐。你坐，你坐。唉，施小虎母亲提出的这个申诉的案子，院里还是决定举行一场检察听证会，把当事双方约到一块儿详聊一次，能调解尽量调解。毕竟啊，这法院的判决有法可依，适用法律和程序都没有任何问题啊。特别是涉及到贿权的事情，院里非常重视。这个关系到咱们检察机关如何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保护，如何为市里的产业化进程保驾护航。我考虑还是由你主办出席这个检察听证会，毕竟詹梅那边呢也有比较强烈的意愿，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根据规定，你可能需要回避。郭姐，其实就算你不提出，我也会提出回避，毕竟这是秩序和纪律问题。但我觉得我还是得先表个态。施小胡的母亲，她提交的材料和判决书，还有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认真的查阅审核过了。我也去过詹梅家进行过走访。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想要化解双方争议的焦点，调解，我觉得的确是有点难度的。但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机会，取回施小虎的游戏账号。至于账号当中是否存在可能游戏侵权的证据，那就下一步再说。李一堂，他是贿权的人，我代表的是检察机关，在这件事情上，如果组织最终决定让我回避，我会完全服从于组织的安排。好，那你就赶紧召集各方啊，争取能双方达成谅解，化解社会矛盾。好。你这电话都打爆了，你怎么不接啊？催婚的还催债的？催命的，李一堂。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你什么意思啊，你？嗨，你也别太敏感了。兴许人家只是找你闺蜜聚餐呢，对吧？就算是再亲密的闺蜜，还是公私分明的好。等这案子完结了，我再找她聚。
真不至于。那人家李大美女不就是参加个检察听证会吗？你也不至于立刻回避吧？对吧，王主任？你瞧我这记性，我都忘了王主任请假这事儿。哎，王主任请假几天啊？他那个非法交易的案子不就后天就开庭了吗？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也没做错什么，还是旁观者清啊。老公，老公，你回来啦！啊，我回来了。你要不要吃一口啊？我给你热一下剩菜。吃了，不用了。老婆，我对不起你。你对不起我啥了？我不是陈永刚，你不会又……噔噔。老公，天哪，这不是我一直想要的那个吗？对，你喜欢的那个卖没了，我特意去店里边挑的，这是限量的，2万多呢。你快看看。吓死人了！你刚刚我以为你又怎么了呢？你看看。你哪来的钱？哎呦，老婆，你放心吧，这是我拿我奖金给你买的。你知道肖总给我们在上边一个人申请了多少钱吗？3万呢。3万奖金，2万5给我买个包。对呀。老公，佳宁上幼儿园要用钱，咱们买房也要用钱，要不你还是退了吧。哎呦，再需要钱，咱们是不是也得讲点生活品质？再说了，没了再去赚，而且我们汇波已经绑上汇泉这棵大树，马上就要一飞冲天，到时候给你跟佳宁最好的生活，你快看看喜不喜欢？还想再来2把？哎呀，这大半夜的来什么呀？你想清楚了，这运气啊可是有限的。要不到2点再说？你少废话！我告诉你，我现在有感觉，特别强烈的感觉，我今天就能翻本。你现在就给我去买，立刻，马上。这是你要的资料。谢谢啊。雪儿，跟我去趟看守所，法院那边来消息了，3天后开庭。不是，全案证据都够零口供定案了，咱有啥必要跑那么远去提审？他爱说不说呗。话虽是这么说，但如果拿不到被告人的口供，公诉案件并不算完美。行吧，什么战术？攻心术。一方面还原作案动机，找到其债务问题可能牵扯到的网络赌博以及套路贷犯罪的线索；另一方面，要讲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其如果有立功的表现，可以减轻处罚。这朱鑫表面上过得有模有样的，虚假繁荣啊，这是。他这债务有问题，我觉着他这杀妻肯定跟他债务有关系，但到底什么原因，我还没弄明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关键点是杀人故意，但是到底是何种原因，其实并不是我们需要去证明的重点。但是要基于还原事实真相的角度，我们必须得把问题的根源给弄清楚。今天就要把他杀妻的核心动机弄得明明白白，拿到关键的口供。走，路上说，你开车。
姓名？朱鑫。朱鑫，我们是江城市人民检察院第4检察部检察官安妮和检察官助理韩轩，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依法对你进行审讯。韩检察官，你不觉得很麻烦吗？开场白你能念了2次吗？嘿你！好，你着急，我们也着急。那今天我们就先跳过这些程序。政策问题，我上次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都已经开过1次庭了。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这次还会再来找你？我现在哪有资格知道这些事儿？我的任务就是配合，你想怎么聊，我陪着。好，那你今天就继续配合我们。我明确的告诉你，如果今天你认了，那我们都好说；如果不认，那我就在法庭上让你认。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你所有的犯罪证据、完整的犯罪逻辑和犯罪核心的动机。我们现在开始最后1次审讯。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认罪认罚，那就是从轻从宽的量刑建议；但如果你不认罪认罚，没有关系，法院会给你最合理的判决。不过结果会大不一样。你到底要如何选择，机会也就把握在你面前了。我没罪，有什么可把握的？现在离开庭还有80多个小时，我这80多个小时啊，都奉献给你们。我倒想看看，你们检察官会不会困？困啊？怎么不困啊？检察官也是人，是人都会困，都会饿，都会累，都会疲惫。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但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你好。我明确告诉你，刑诉法规定了，讯问不得超过12个小时，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有12个小时的机会。你就知足吧，你赶上好时候了。2019年颁布的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是给你们被告人用法律自救的机会。轻，关键时刻能保命；宽，可以新生；知错就改，这是被告人可以回归社会的通道。认罪认罚，适当的给被害人的家属经济补偿和心理的安慰。我们现在所有的困、累、罚，都是为了给你诛心保命的机会。你保我的命，你是公诉人，起诉我的是判我死刑的。你现在说你要保我的命，不矛盾吗？我的命还是交给律师吧，你的好意我心领。认罪认罚政策，我相信你家人举债给你请的天价律师团已经给你普及过了。我再补充一句，关于那些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故意致人死亡的案件，完全可以处以死刑。朱鑫，不用我明确的告诉你，你应该也知道你的结局是什么。对，刑法第232条规定了，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朱鑫，现在是死是活，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你少忽悠我，我相信我的律师，他是给我做无罪辩护的。朱鑫，我告诉你，无罪的辩护只有2个结果：一是公诉人得到法院的支持，被告人被判决有罪；一个是辩护方律师的意见被法院采纳，被告人被判决无罪。但我必须要提醒你，无罪辩护并不容易，只有证据确凿时，辩护才会得到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否定我方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才能让你方辩护人的无罪意见被法官采纳。如果在证据不够充足的情况下，贸然实施无罪辩护，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让被告人失去他应该有的合法权益。我们之前经办的大多数无罪辩护，被告人被诉有罪，但只要检察官有充足的证据且不容易被反驳，
那么被告方律师无论如何做无罪辩护，最后都会让这个被告人失去从轻从宽的机会。朱鑫，如果罪行确凿，被告人还一味辩解，肯定会加重处罚。如果你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对检方控诉的犯罪事实并没有任何异议，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那么完全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些情况，我希望你可以慎重考虑。我欠了钱。欠谁的？赌博。跟谁玩？朋友。多大？欠了多少？900多万。怎么玩的？记不清了。朱鑫，今天我们都已经把话聊到这儿了，如果你再藏着掖着，也不合适吧？其实你这个人，看着是有心眼儿，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你很单纯。就从你刚才说的赌局那一点开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越往后越赢不了，欠的钱越来越多？你不觉得奇怪吗？而且你那个庄家，他怎么就愿意给你这种欠钱不还、负债累累的人，还继续跟你一起玩啊？你就没想过自己是被人设计的吗？朱鑫，之前呢，我们也对你做过走访调查，你这个人不坏，就是有点怕老婆，隐忍地压抑着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真的被逼上了绝境，你也干不出杀自己老婆的事儿。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你们还是那么恩爱的老夫老妻。如果我是你，我现在会着重考虑如何将那些把你逼上绝路的人绳之以法。人都死了，那你想想，从这个层面上，到底是你杀了你的老婆，还是别人杀了你的老婆？又或者是别人借着你的手杀了你的老婆？难道你还想继续保护他们吗？文亮，这帮杂碎，一个也都别想好过。哎，你好，你们现在都有什么业务？啊，我们现在呢有4款贷款业务，都是利息非常低，无抵押，前期不需要任何资质证明。额度有多大？看您需要多少。
今天是公司的总结大会。总结大会的话，就是关于讨论一下各个部门的一些。不好意思。关于讨论一下各个部门，就是因为在这个业绩或成绩。不好意思。我就是这么沦陷的。那你现在还存着记录吗？都是群主拉群注销，都是他们操作的，每天都换。我以前那个手机丢了，好多信息也找不到。那这个色情赌博网站的连接和名称你还记得吗？不瞒您说，一天换一个。我第二天用第一天的地址去登录，就会显示登录地址错误，登不上去。如果登不上去，那你怎么继续赌博呢？线下群聊，主播每天晚上不定期的会发一些链接。这些贷款 APP，名字还记不记得？来来回回的庄和谢，不下20次。名字都奇奇怪怪的，光有一个名字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和我们市一家游戏企业的名字非常像，但是是谐音。汇泉吗？对，汇泉贷。朱鑫，你的认罪认罚态度和行为，我们会写进认罪认罚拒绝书里。这是认罪认罚拒绝书，一会儿你认真仔细看一下。如果同意，我们就通知你律师到场，你把字签了。你说这个诛心是悔的成分多一些，还是恨的成分多一些？都有吧，越悔越恨，越恨越悔。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一念之间万劫不复。也就是说，幕后那些操纵者，就是摸准了诛心身上人性的弱点，一步一步把他拖下水的。人类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贪婪的本性还是没有发生改变。你看，像现在虽然技术进步了，手段也更多了，但是人类贪婪这一点还是会让犯罪分子利用到。不然，你看你像你电脑前面那个人到底是男是女，多大年纪，你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有贪婪，犯罪就不会消失。那他这还真是够贪的。哎，姐，你说这300-500块钱就能让人这么上瘾？你多少钱工资啊？苍蝇再小也是肉，更何况一本万利不劳而获呢？也是。第一个。喂。哎，我提醒你一下，明天别迟到啊。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周星亮了，你那是什么声音啊？啊，接群众的举报，端了一个涉黄的直播点。朱新料的和我们之前想的都是一样的，他被人精准拉到了群里，然后打开这个链接之后，页面会自动跳转到一些涉黄和赌博的网页。后面的结果你也想到了。哦，对了，我还有一个消息。什么消息？你要不先忙，我晚点再告诉你。你别卖关子了，非要让我请你吃饭啊？行，
它呢还涉及到了一个高丽网贷 APP。这个网贷 APP 呢，它里边的就是一些涉黄的网页。我觉得啊，这个追查下去一定是一个特别大的案子。它里面不但有这些网贷，还有一些涉黄赌博。我怎么感觉我们最近办理的这些案件接二连三的都非常的相似啊？这个跟张小北那网贷平台，会不会是披着不同马甲的同一条线啊？不排除这种可能。而且根据朱鑫他撂的这个供述啊，这些网络犯罪分子，他们不仅有非常高的技术能力，还有反侦查能力，有的时候还会不停的变换形式。这一条龙的服务，让人不知不觉的就深陷泥潭，太可恨了。这些人现在真是无孔不入。这样，我建议我们2个人都分别向自己的上级汇报，有必要的情况下还是并案调查。朱鑫那边提供的线索，还要再辛苦你好好追查一下。哎，那你晚上吃什么呀？请证人退庭。请证人林双出庭作证。林双，庭前告知你的如实作证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都听清了吗？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你已经签署完了，还有异议吗？都清楚了。下面恢复法庭调查，请辩护人开始发表意见。审判长，作为律师，虽然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我坚持律师的独立辩护权。尽管我的当事人朱鑫表示认罪，但根据我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我继续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林双，4月8号晚11点左右，你看见什么？我看见有人打开袁芳芳他们家车的引擎盖，在里面动手脚。那人是被告朱鑫吗？不是，是袁芳芳的堂弟袁琦。那你认为堂弟袁琦有没有杀害袁芳芳的动机呢？还不是为了遗产。袁芳芳的爷爷死后留下一套房产，袁芳芳的奶奶想把房子留给孙子袁琦一个人，袁芳芳不同意。这次袁琦来袁芳芳家，就是扯皮这件事的。公诉人，有没有问题问证人林双？有。证人林双，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店主和顾客的关系，邻居的关系。我在我们小区开了一家美发店，袁芳芳是我的常客。这么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很好。我做生意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是以交朋友为主，所以他们没事总喜欢找我聊一些家长里短的。朋友，所以你跟袁芳芳是朋友？那也不至于，还没到那么熟。那被告人朱鑫，他有去过你的美发店吗？检察官，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们是正经美发店。林双，请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没有，朱鑫本人一次也没来消费过。这么说，你和被告朱鑫并不熟悉？一个小区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朱鑫对袁芳芳挺好的，有些时候还会陪着她一块儿过来做头发，两口子看着很恩爱。那你是怎么知道袁芳芳家里有遗产纠纷的事情的？是袁芳芳告诉我的。女人聚在一起，除了聊天八卦，还能干什么？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知道她的堂弟的？有一次，袁芳芳在我店里，她老远看见一个光头的背影，就跟我指了一下，告诉我那就是她的堂弟袁琦。这么说，你跟袁琦并没有直接见过面？那倒没有。当晚你是在自己的店里看到有人对车里动手脚的吗？是。那我们检方之前做周边调查，也曾问过你，你说你们店的监控
正好没有拍到袁芳芳停车的位置。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对检方或者警方反映你看到的过程呢？之前我是不想惹麻烦，不想惹祸上身，可是现在看到事情闹得这么大，我良心过不去。朱星人不错，我就觉得我应该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不要错怪了好人。你是怎么从店里看到作案人的？我的店有2层，当时我正好站在2楼的阳台。审判长，既然证人说袁琪有作案动机，那么袁琪就是嫌疑人之一。公诉人建议休庭半小时，请警方通知袁琪出庭作证。同意。怎么样了？我刚才在各个社交媒体上搜了一下，这些都是林双4月8日晚上在网上发布的内容。你把他事发前后半年所有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照片还有文字都下载下来，全都有用，快点吧。好。庭审继续。证人林双，事发时间是4月8日晚11点，当晚是阴天，从你的阳台只能看到背影。即使如此的情况下，你也确定你看到的人确实是袁琪，而不是被告人朱星吗？袁琪是光头，很明显，路灯下清清楚楚的，只要是个清醒的人都不会看错的。你确定你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辨认的吗？什么意思？这是当晚你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照片，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你怎么找到的？是酒。多少度的酒？是鸡尾酒，度数不高，反正我是清醒的。那这张1个月前的照片呢？根据你自己的说辞，上了年纪一杯就倒，又如何能够判断你是在清醒的状态下看到往车里动手脚的人就是袁琪，而不是被告人朱星呢？毕竟鸡尾酒也是有度数的酒。袁琪是一个光头，还穿着阿森纳的球服，那是我最喜欢的足球队，所以我不会看错的。阿森纳的球衣，不会觉得太明显吗？如果真的是袁琪，那他为什么会穿着你那么喜欢的球衣，又专程跑到你面前给刹车线做手脚呢？不是，检察官，我又不是他，他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呢？证人林双，你看这照片上的人是袁琪吗？是他。是袁琪？是他。你确定是他？确定。审判长，证人林双看到的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袁琪，但其实真正的作案人确实是被告人朱星。不可能，朱星又不是光头。审判长，袁琪已经来到庭外，还请审判长允许到庭进行质询。同意，请证人林双退庭。证人袁琪上庭。袁琪，4月8日晚，你是否去过你堂姐的家？穿的什么衣服？4月8日晚上，我确实是来过堂姐家里面，穿的是阿森纳的球衣，但是当时我俩谈得不太愉快，后来我就离开了堂姐家。但是那个衣服就忘记在堂姐家里面了。几点钟？晚上8点30分我就到家了，在小区门口有扫码和那个测体温的记录，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堂姐就不幸遇难了。审判长，被告人朱星常年佩戴假发，可能证人林双对他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审判长，我认罪。袁芳芳是我害死的，
我对不起，更对不起二老。我认罪。审判长、审判员，我们作为国家公诉人，自然是对侦查机关的侦查结果进行过一次次严密的、细致的审查和核对之后，才能对案件作出结论，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同样，作为从事法律工作者的律师，我相信您通过对被告人的讯问，再通过相关证据的整理、搜集和分析之后，应该在心中也有自己的结论。在整个案件它真相究竟是如何，您心中应该也有完整的判断。这个案子，被告人朱鑫蓄意杀害自己妻子，客观事实不容反驳。这个行为主观恶意极大，社会影响极差。被告人的律师不同意让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是本次庭审，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此外，被告人在之前的供述当中，还向办案人员提供了网络犯罪团伙的重要犯罪证据，有争取立功的表现。鉴于以上情况，公诉机关建议法庭在判决被告人之时，可以给予从轻从宽的处罚。审判长，我要说的说完了。您好，这里是110。你好，警察吗？我的网恋对象。你好，这里是110。我就是点了一个链接，钱全没了。喂，你好，这里是110。我要报案，我的养老钱被骗了。您慢慢说，怎么回事？同志们，根据最高检和公安部的最新指示，责成我省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进行追踪。省里呢，指示我们江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负责执行。下午我和白局长我们已经开了一个碰头会了，正式决定对朱鑫案件背后的网络赌博案并案调查。今天紧急召集大家来，就是传达一下上级对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的最新指示。2021年，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等出台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等刑事案件指导意见，全链条打击，一体化防治，起诉利用网络实施诈骗、赌博、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28.2万人，同比上升98.5%。2021年，检察机关协同推进断卡行动，起诉非法买卖电话卡和银行卡，帮助提款转账等犯罪12.9万人，是2020年的9.5倍。针对一些在校学生涉案，最高检会同教育部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校园反诈，既防学生受害，也防受骗参与害人。同志们，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任重道远，刻不容缓。白局，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同志们，这一次是咱们公检两家联合办案，并肩作战，机会难得，希望大家可以精诚团结，相互促进。我相信，在郭检的亲自率领下，对于整个案件的引导侦查过程中，一定会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的目的就是让网络犯罪无所遁形，尽量去避免悲剧的发生。目前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的找到张小北。你尝尝我们检察院的饭好不好吃？哎呀，来你们这儿这么多次，我还是第一次在你们食堂吃饭。你们这儿比我们那儿宽敞多了，而且能吃上热乎的。小龙好不好吃？好吃，特别香，多吃点啊。哇，你这吃这么快？小美啊，还真是具备反侦查能力。我们复制了一张张北的手机卡，但是他的手机最近一直没开机，我怀疑啊，他应该还有一张备用卡，但是是用别人的名字办的。另外，我们用他的名字在获取的游戏查游戏账户，没查到。那就换一个角度，看看施小虎的游戏记录当中有没有和张小北一起打过游戏的痕迹。张小北对施小虎的事情这么上心，我估计啊，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还挺近。你想想，张小北还去看过施小虎的母亲呢。以我对小北的了解啊，
他俩应该没那么熟。这个，要不就是施小虎帮过张小北一个什么特别大的忙，要么就是小北亏欠小虎的。像施小虎这类玩家呀，通常都氪金，毕竟他那么沉迷于游戏。但是施小虎的家庭状况也是一目了然。詹梅从来都没有提到过他网络贷款的事情，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詹梅对于施小虎贷款的事情毫不知情；第2种呢，就是施小虎他压根就没有网络贷款过，他只是一个希望氪金但是却没能力的玩家。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慧泉的游戏账号。但是我们的人去了，他们不配合，说的有理有据的，说这个张小北跳河是完全能力人的自主行为，说你要么就提供证据，说他跳河跟我们游戏有关，但我们现在没证据啊。这确实是李一堂的风格，但我们还是得从施小虎这里开始入手下功夫。这事儿你就交给我，你呢帮我去市里排查一下还有没有类似的受害者，顺便呢也要去好好找一找张小北的藏身之处。这些网络犯罪分子，他们如此的张狂就是为利，我们一定要深挖他们的资金走向，我就不信挖不出他们。哎，你们这菜做的真的比我们公安局强多了。还行啊，一会儿再去打一点。微弱的烛火，闪烁的泪光，孤独的时候，悲伤不用紧张。如果失去方向，最怕去幻想，再远也不过是远方。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